从地球开始有生命出现，这当中有无数的物种，它们从出现到灭亡，历经了兴衰起落，最后消失在地球这一片舞台。古象群就是其中之一。古象群的足迹也曾踏上台湾这片土地，它们到底从何而来？为何最终宣告绝迹？寻找台湾消失的真相，让我们将时光倒转。 故事得从冰河时期开始说起。冰河时期，剑齿象、猛犸象与古灵齿象都曾扬起象鼻、昂首阔步，生活在台湾这片古象乐园。但我们该如何证明远古时代象群真的存在？或许关键就在化石里面。这块神秘的象牙化石，就曾在黑水沟静静的沉睡。 时光冻结千万年，直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。澎湖鱼市场此起彼落的交易每天重复着，但在民国50、60年，平静里渔村曾经引发一阵骚动。 渔船出海，抵达澎湖海沟作业，从大约70到130公尺深的海沟捕捞上来数以万计的大型哺乳类化石，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古灵齿象。然而，神秘的古象牙牵引出更大谜团：陆地上的史前巨兽化石怎在海底现踪？我们来到澎湖化石馆寻找答案。 髋骨、头骨和胸椎都是在1万到4万年前的古灵齿象曾经生存在台湾的证明。但让人好奇的是，原本该是活跃于大陆华北淮河流域的它们，是怎么通过台湾海峡来到这里？从冰河时期，我们这边刚好是海退时期，中国大陆澎湖、台湾的部分，这边是一片很大的大陆，那有很多水草。那时候古灵齿象有可能从中国大陆的北方迁移到 澎湖这个地区，但是古象不会游泳，不可能越过海，它们是怎么迁徙的呢？每到傍晚，澎湖魁壁山就会上演犹如摩西分海的奇景。赤羽和魁壁山陆岛相连景象，就如同冰河时期的澎湖与大陆和台湾。 因为海平面下降，形成台湾陆桥。2万多年前，冰河鼎盛期，海平面下降大约120公尺，露出地面，形成台湾陆桥，替古生物打造一条生物走廊，大举从大陆华北迁徙到澎湖，一路延伸到台湾本岛。这条漫长迁徙究竟落脚何方？ 关键线索掌握在一位化石达人手里。这里就是台南左镇的菜寮溪。据说早年每逢好雨冲刷之后，河床上就会散布着很多的古生物化石。会有我们想要找到的象群曾经存在的证据吗？ 听说那位化石达人就经常在菜寮溪旁出没，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在这里找到他。嗨，老师。哎，老师好。哎，你好。老师，你在掏化石哦？哎呀，对呀。 这里真的找到化石吗？有啊，这边化石很多，真的找得到。很多的民众都下来这边捡。哇，那你可以教我怎么找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30人重。准备好十字镐和塑胶篮，寻找化石任务就在菜寮溪畔展开。这些的砂石放在篮子里面，等一下我们就是像塞黄金一样的，你就拿到水里面这样塞。哦，去无存金的概念。对。 和着泥沙的石块放进塑胶篮里，不断用溪水淘洗。接下来得睁大眼睛。那我们都是要看黑色的，
如果说你这个不是像这个白是白的呢？这个是黑色，可是这个是大马嘎，就是柏油，柏油，因为它这边有时候做工程，马路它会有。这个呢，大理石英。这个是石英，石英是最多的，地球最多的。这个呢，这个看起来不是不太一样的石头。这个是化石啊。这个就是化石。这个是那个牡蛎化石。哦。这个40万年的牡蛎。光是下游就已略有斩获。王良杰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溯溪前进，日治时期采集化石的秘密基地。在日本时期这边出土的化石都是比较大型，而且比较完整的，因为它这边属于上游的支流啊，所以说这边的石头粒会很大，证据就在这边。你看，像它这个石头粒，你看都是很大块的然后那个化石，它们都会那个来的时候就会挤在那个石头下面，就大石头翻动一下，说不定它是一个大象的牙齿，或者是大象的大腿骨那些的。我曾经在这边捡过大腿骨这边你看80块。隐藏在密林山间的一湾浅潭，打从日治时期就有大象化石出土。老师，可是你看，我们既然在这里找到象牙，就代表以前大象曾经住在这个附近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看这里的环境，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适合大象居住的地方啊！这个坡这么多，大象的体重那么重，它每天爬这个上坡下坡，我看它就很累了。对，会很累。其实大象适合就是草原的环境了。以前大象居住环境不是这个环境了。原来远古时期的地形地貌与现今大不同，证据就写在一片山壁上头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老师啊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峭壁上面有3种颜色。最上面那一片是比较像土黄色的颜色，中间这一块呢，好像带一点红褐色的感觉，最底下这一块是灰色的。这3种颜色的出现在同一片山壁上面，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炎帝城代表意义就是，它绝对是化石出土的最重要的证据。三坎山半山腰的山壁剖面，土黄色区域属于河流冲积层。灰色区块属于海洋沉积层，这证明远古时期的佐证是淡水与海水的交汇处，而中间红褐色的区块则是造山堆积层，许多古生物都在这层出土。现在我们看的大象跟一些脊椎动物，大部分都是从这层砾石层里面出土的。上次我也捡过一些象牙或象齿，就是在这一层，都是在这层。就是在河道这样子，就像我们刚刚是在菜寮溪行经的那个路线河道里面，那这个就是以前可能有河道经过的地方，对，所以就会有这个化石出现。是，菜寮溪是台湾最早发现脊椎动物化石的地区，在王良杰眼里，更蕴藏着无穷尽的化石宝藏，在他的工作室，毕生心血都收藏在这里。这里真像一个宝库一样。对啊，这边我差不多花30年时间。30年。好，来。这里就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出土的一些大象的牙齿跟骨骼了。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包括很多的，像我们讲说它可能是古灵齿象啊、草原猛犸象啊，或者是剑齿象这些的。所以说，台湾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大象。对。我还要给你看一件很珍贵的好象的牙齿。好，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菜寮那边出土的最小的，我们讲0岁到1.5岁的小象的牙齿，代表说母象曾经在这边生长过，然后在这边繁衍。这颗1岁半小象的象牙化石，就是象群生活在台湾的最佳证明。台大地质系教授魏国彦透过深埋在当时地层的花粉，还原重建冰河时期台湾的生态环境。这个时候的花粉呢是有松树的花粉，这表示天气比较冷。天气冷的意思是冰河期。今天知道台湾在那样的所谓的冰河期的时代啊，除了有松树以外呢，确实草原也比现在要旺盛，
就是很多地方是有各种草类，这个可以说明为什么那个时候是一个适合大象生活的环境。既然适合大象生活，为什么古象消失无踪？到底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难题？答案就在地球的历史里。古海洋学研究显示，冰河期结束，地球开始变暖，覆盖在大地的冰融化后，雪水流入大海，造成海平面回升。台湾陆桥消失，动物们就留在台湾。这种我们叫做结蚁生物，它等于把台湾当做一个避难所，然后在避难所活得还蛮开心的，反正可以适应。天虽然有点暖了，它可能还能适应。我们意思是说，这些象呢，其实它不一定要那么寒冷。为了适应新环境，古生物们发展出另一套生存模式，却还是难以避免地走上灭绝之路。到底是谁杀害了台湾古象？当环境产生变化，不管是变冷变暖，它的其实整个环境的栖息环境变化之后，它的植被条件也变化，它的食物来源也会产生变化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生物在没有办法回应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之下，它就会慢慢的一只一只倒下来。海岸线紧逼，造成平原地形消失，食物减少，让象群渐渐走向死亡。但气候变迁就是象群消失的真正原因吗？是气候变迁的关系吗？我们本来也想这样推测的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，因为以前也曾经过从冰期到间冰期的这个温暖化过程，这些古象已经存活了8次、7次以上，每次变温暖，它们还存在啊。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了？当地球发展到1万年前、几万年前，聪明的人类出现，很多人类当时都知道要猎杀大象来作为它的食物的来源，所以很多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，事实上是跟人类的猎杀有关。象群家族曾盛极一时，种类超过400种，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。但因为人类猎捕和食物短缺，让古象消失在台湾陆地上。虽然它们已经灭绝，却仍留下珍贵讯息。有一群人正透过化石，企图拼凑出象群消失的真相。